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在神的国里面有几种不同的人，对不对？从17章的结束提到说，有些人可以进去，有些人进不去啊。有些人这个就睡在一张床上，要夫妻2人，对吧？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上一次呢，在18章的开头呢，我们就看到了3种人在神的国当中，神是怎么认可他们的啊？我们提到了这个寡妇，提到了这个税吏的祷告，提到了那个像孩子一样哈。耶稣说：“你们若不像孩子一样，你们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了神他的要求，他对于这个进入他国度当中的人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上次就总结了，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因为说你是寡妇，或者你是孩子，或者是你是一个税吏，你才能进神的国，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你在神的国度当中，你要对你自己身份的一个认同有一个就是说我到底是谁，我是不是在基督里这个很关键其实17、18章不断的在重复，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身份。到了接下来呢，又有一个人出现了就是今天这个财主而且他不仅有钱，而且还是个官。那他也来想寻求进入神的国，那结果是怎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很有意思那我们来看我们还是从3个方面来讲。那第一个呢，就提到通往永生的道路是什么。在这里，这个有钱的人他问了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可以说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想进入神的国，而这个标志是什么？就是他可以得到永生。第二个呢，难道有钱的人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吗？那耶稣这样说的，有钱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是吧？那难道这个关键是不是有钱就不好呢？第三个，那我们就要提到说，进入神的国神是怎么要求我们必须撇弃一切。我们来看第一点，有一个官呢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官到底是什么样的官位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对官福音书呢，可以大概发现了他应该是一个犹太人的官，那他还很有钱，那他是一个犹太背景的，就是说他是相信神的人。他现在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首先我们要想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怎么看待永生这个事情？就是如果这个问题如果是问他的话，比如说我们问这个人，就问这个官我说你觉得你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你觉得他会怎么回答？如果这个问题问现在的我们呢，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可能就说，当然我们不是靠做什么，是吧？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我们不能靠什么。可是如果你问当时的犹太人，他一定会说，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才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他们必须要遵行神的律法才可以承受神的国。然后他还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你看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很有意思他在这里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倒是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因为这个人的问题他并不是说你是一个好人，他用的这个良善呢是专门形容神的良善。所以耶稣就说了，那如果你认为我是良善的，但是你又知道只有神是良善的，所以这个结论是什么？这是3段论嘛，对吧？逻辑上的3段。你说只有神是良善的，一位是良善，再没有良善，然后你说我是良善的，那么这个结论是什么？那你其实就是认为我是神嘛，对吧？你认为我是神，然后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你真的认识我是神，真的相信我是神，他后面会做这样的选择吗？他后面会忧忧愁愁的走吗？他后面会不选择跟随耶稣吗？不会的，是不是？如果你真的认为他是神，那你为什么不跟随他？所以当他说良善的夫子的时候，
耶稣说只有神是良善的。你既然称呼我为良善，就表明你认为我是神，那你就应该相信我才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就表明了犹太人的一种假冒为善，嘴上说一套，心里面想另外一套，对吧？那嘴上好像很恭维他，可是他心里面呢却不这么认为。然后呢，耶稣也没有再纠结这个问题，让他自己去反省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是神，你该怎么做他就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哇，这个人说一句话，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很厉害的，他从小都遵守了就好像当年保罗说的一样他当年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从小就遵守一切的这个诫命，他为律法大发热心。他有没有说实话呢？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真的认为他遵守了这一切。可是耶稣很有意思你发现耶稣在讲诫命的时候，这里当然提到是10诫你看他提到哪些诫命，他哪些没有提？这是第几诫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里面提到了几个呢？提到了几个？提到几个？提到了5个，对不对？提到了5个。那么还有另外5个没有提。另外5个是哪5个呢？第1诫、第2诫、第3诫、第4诫他都没有提，因为前面4诫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你敬拜神，除了神以外只有一位神，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你不可这个敬拜偶像，对吧？你要守安息日，对不对？所以前面几诫的都是在讲对神的敬拜。神其实耶稣没有说为什么没有说？因为耶稣就让他马上就知道他根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诫命他所遵行的所谓的我这一切都遵守了，是字面意义上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孝敬父母。这个是他觉得他字面上他已经遵行的。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奸淫我没有偷东西我没有做假见证我也很孝敬父母这些我作为一个从小遵守律法的犹太人，我都已经守住了呀。还有一条没有讲，就是最后一条第10诫的最后一条是什么？还记得吗？最后一条，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对不对？就不可贪心嘛，是吧？所以耶稣呢讲了这5条，而刻意的忽略另外5条，其实就是要让他明白，你根本没有办法完全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你的问题说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什么事能够承受永生，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来完全的遵守神的诫命。第10条诫命，不可贪心，对吧？你看这个有钱的官，耶稣让他把所有的钱财都变卖的时候，他能做到吗？他做不到。你说他有没有贪心了？你知道在这5条诫命当中，都是比较容易用外部的一个判断来判断出来你有没有遵守，就是你的行为嘛，你有没有杀人，有没有偷盗嘛，这个很清楚能够看出你有没有违反这个诫命，对吧？但是不可贪心，谁能够判断？如果你去这个打官司，是吧？那个法官他可以判断你有没有杀人，你有没有偷盗，你有没有做假见证，这些都可以拿证据来证明你有没有做违反法律的事情，对吧？但是他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贪心呢？你想想，他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贪心？他能判断得了吗？他没办法判断，因为这个是你内在的动机，对吧？我贪心了，我贪恋别人的东西的时候，那别人怎么知道呢？如果我不说，别人怎么知道？是吧？所以这一条诫命，就让犹太人明白说，你们永远不可能遵行10条诫命，你永远不可能遵行。你以为你犹太人，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完全遵行神的律法了吗？上帝就故意放了这一条，让你知道说你不可能遵行的。所以这个人他还自以为意说，我已经从小都遵行了这些诫命了，然后呢，耶稣呢
就听见了，对他说：“那好，你再做一件事情，你就可以承受永生了，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国了。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讲这一段的时候，你想一想啊，他给这个有钱的人给了他一个出路，给了他一个 offer， 说你想要得到永生吗？可以，你既然已经承认我是神，我是良善的，对吧？只有神才能给你永生，对不对？我现在要把永生给你了，你只要再做一件事情，你就可以拿到永生。这个对于这个有钱人的官，他肯定想什么事啊，对吧？什么事我做不到呢？你说吧。耶稣说你还做一件事情，就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分给穷人。然后呢，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对于这个人来说，你想想看啊，这是不是一个划算的交易？就是永生和你现在所有的这些财富，耶稣的意思就是你拿你的财富来换永生如果是你换不换？要是你换不换？你知道以前的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些皇帝对吧？花了多少的时间精力就要去找长生不老去炼丹，是吧？谁都想有这个永生嘛，对吧？长生不老药所以按道理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买卖，对吧？那耶稣都给他这样的一个 offer 了，你只要变卖你的一切分给穷人，你跟从我，你就可以有永生了，多么好！可是这个人呢，听到这个话就很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后来他就走了。所以我在想就是耶稣是不是故意的来给他一个他做不到的事情？好像我们觉得耶稣你是不是找茬？你怎么给他一个这么难做的事情？耶稣你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在路加福音这里没有看到耶稣的动机，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动机。在马可福音里面同样的一个故事他也是回答了说，我这一切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在这里马可特别提到说，耶稣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所以你看耶稣让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出于什么动机啊？是不是说你看我看你钱太多了，我眼红，是吧？赶紧把你的钱都分给穷人？不是的，耶稣看到他就爱他。耶稣让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爱，是因为爱他。这种爱说实话很难接受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是不是都希望耶稣爱我们你们不都说我们都希望主爱我们，对吧？我们会唱那个歌，耶稣爱我万不错，是吧？哪个人不想要耶稣的爱？你们哪个人不想要耶稣的爱？没有人不想要耶稣的爱，所有人都想要耶稣的爱，都想要耶稣爱我。可是有时候耶稣爱我们的方式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方式。当耶稣爱你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对你说，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这个你会想，那你是爱我吗？你真的爱我，你怎么能让我把我辛辛苦苦赚的这些钱让我就全部都卖了呢？你知道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神的认识这种爱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所以有些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主我感受不到你的爱，主求你给我更多的爱，有时候神就会让你感受到更多的爱可是你要小心神给你的爱并不一定是你认为的那种方式。我想这个有钱人的官可能他没有感受到耶稣的爱，可是耶稣却在这里面说是耶稣是爱他。耶稣让我们做一些事情，可能是我们不舒服的，是我们不高兴的，是我们觉得不 make sense 的你为什么让我把这些都变卖呢？因为对于这个人来说，他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在当时的社会他是没有中产阶级的，在当时的社会只有上层1%都是属于上层这些人就是当官的或者是有钱人，他们掌握了社会99%的资源，
他们有土地，他们有钱，然后底下大概99%的人都是就是这个老百姓，他们没有这些资源，他们要依靠这些上层的人给他们这个地产，给他们工作，他们才可以生活。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当时，那显而易见是属于这个下面阶层的人，对吧？他们没有什么财富，也没有什么地位，而这个有钱人的官，他显然是一个在上层的那个1%的人。所以当耶稣让他把一切都变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说我把我的钱现在损失了，不是只是把钱损失那么简单。因为对他来说，你可以说，哎呀，钱损失了，我们这个留得青山在，以后我在东山再起呗，是吧？我们听了很多这种故事。我现在好，耶稣，我把钱全部都卖了，我还可以这个从零开始。没有哎，耶稣说什么？你把钱卖了之后，然后干嘛？你要跟随我。哎，耶稣，我跟着你，我跟着你有啥呢？我跟着你有饭吃吗？有肉吃吗？我原来过的是上层阶级的生活。现在我跟随你，我把我钱卖了哈，我现在跟随你，那你就让我过一个这个没有保障的生活吗？耶稣他自己在哪里睡觉都不知道，他下顿吃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跟随你。所以这里又回到一开始耶稣问他的问题：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如果你称我是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那你就要认为我是神啊。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是神，你为什么不跟随我呢？我相信这个人他是真心的来去寻求永生的，他是真心的寻求神的国，而耶稣也是跟他玩真的。耶稣就是说，你好，你想要得到永生，想要进神的国，耶稣也爱他，不是对待他不是这个陷害他，耶稣是爱他。耶稣给他开了这条唯一的道路，说你现在把所有的一切变卖了，跟随我，你才能够有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耶稣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出路，是一个唯一的出路，让他是跟随主、跟随神，这是一个唯一的出路。耶稣并没有陷害他，可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听到之后呢，他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其实也让他能够看到，你以为你在敬拜神。你看耶稣前面4诫没有提，对吧？前面4诫说了，你要敬拜独一的神，你要不可雕刻偶像，对吧？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要守安息日，这一切那你以为你在敬拜神，但实际上呢，你的神是谁啊？是你的产业，你的神是你的钱财。当上帝亲自给你这个 offer， 邀请你进入神的国的时候，你选择了你的钱，你没有选择神。所以他不仅触犯了第1到第10条律法，他还触犯了第10条诫命，就是他还是贪心，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你想想看，这个人多么的可惜！有多少人能够亲自的跟神的儿子说话？又有多少人能够得到神的儿子亲自给他的这样一个 offer， 对他说，你只要这样做，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可是他却错过了，他与永生擦肩而过，等候他的是什么？是永恒的审判。我相信当他在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当他要死的那一刻，他才回想耶稣跟他讲的这句话：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我相信他一定后悔，因为在他要死的那个时刻，他的财富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他的财富分给穷人就是他一无所有死去，和带着这么多的钱财死去有什么差别呢？可是差别是什么？差别是他没有跟随主，他没有跟随神所以我们问了这个问题：有钱财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寡妇也好那个税吏也好，还有那个孩子，还包括这个有钱的人，其实他们能不能进神的国，并不在于他们社会的这个阶层，也不在于他们是否有钱，关键是在于他们有没有愿意来跟随主，这个才是关键。他们有没有愿意来跟随主？
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来说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跟随主，我们一定要问问自己，什么叫做跟随主？如果你看耶稣给这个年轻人的官啊，给他这样的一个挑战，你大概就能够比较清楚跟随主的这个意义是什么。耶稣其实完全可以说，你就卖一半，你反正很有钱，你卖一半也很多了，啊，可以分给穷人，帮助很多人了，啊，目的是不是要帮助穷人呢？啊，其实目的也并不是帮助穷人，是吧？啊，那你卖一半，我相信也许他都能接受，对吧？如果是你，你想一想啊，因为你很有钱嘛，卖一半啊，我还剩一半嘛，我跟随主，我还有这个后路，对吧？我还有点存款，至少呢，我这个还有点信心。可是耶稣给他的这个选项，在我们来看，真的非常极端。你要一个这么从小啊就遵行神话语的人，从小而且我刚刚讲了这个阶级哈，在当时的这个阶级哈，你生在什么阶级，你很难有阶级跨越的，那就表明他生下来就在一个有钱的这样的一个富裕的家庭长大的，他可能是继承了他的家产啊，你让他现在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他要考虑啊，我老婆孩子怎么办啊，我的后代怎么办啊？你让我现在从这个上层的阶级，现在进入到跟耶稣跟你一样的这个阶层，是吧？我跟随你这个一穷二白的，你让我后面我这个人生怎么办？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肯定会考虑非常多现实的问题。我跟随主要付上代价，可是这些代价太大了。所以耶稣没有给他留后路，没有给他留退路。在这里，你其实会想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马太。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耶稣的一个门徒，对吧？你还记得他当年是怎么跟随耶稣的？马太也算一个官了，对吧？是个税吏嘛。他去当时在罗马收这个犹太人的税啊。你知道在当时收税啊，这个差事啊非常有油水的啊，可以赚很多钱啊。我们后面看那个撒该也是一样啊，那个能赚很多钱的。而耶稣看到马太坐在税关上正在收税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你来跟从我。”没了，还没有给他这些呢，没有给他其他这些挑战，是吧？没有说你这个要把它变卖了或者没有，就说你来跟从我。马太的反应是什么？他就立刻撇下所有的一切跟随主。所以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我们换位思考嘛，哎，这个有钱人的官，如果我是他，我的确很难了。耶稣，你这个要求太苛刻了，是吧？你让我变卖一切跟随你，你让我这个放下太多东西啊，我还有很多我这些的这个放不下。你不要说我做不到，因为有人做到了。然后你说哎呀，你看这个马太，对吧？你说你觉得很奇怪，马太为什么能够做得到？他为什么可以做到放下一切跟随主？而且接下来你看，彼得也说了，你看我们也都是放下一切跟随你了啊。他马上就说了所以你看到这里就提到说，这个虽然我们说当然是有神的拣选，是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跟随主，但是人有没有责任呢？人是有责任的，对不对？因为你看到明显的就是两个官，两个都是有钱人，对吧？马太也是一个官，一个有钱人，这个青年财主也是一个有钱人。可是当耶稣给他们同样呼召的时候，说你们要来跟从我，一个就撇弃一切跟随他，一个呢就没有办法放下他的东西，他就走了，他就离开神了。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很多时候都怪神，说哎呀是神你没有拣选我。这个跟我们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自己在权衡跟随主的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带入了自己太多的我们里面的一些自私，我们不愿意放下这一切。所以还是回过头来，你看耶稣让这些门徒跟随他的时候，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者是说都很类似的要求，就是耶稣要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他。耶稣让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他。你看，这个门徒们听到这个之后，他们也觉得很难，对吧？他们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因为这些人会觉得说：“
哎呀，我要得救，我要靠我的行为，我要做的很完美，我要这个耶稣给我这样的要求，我要能做到，我才能得救，做不到，当然我们也还是回到这个救恩的话题，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做什么，对吧？所以耶稣也说，在人不能做，是在神却能讲白了，我们能够得救，当然这个是神的恩典是神神的这个力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才可以放下一切，对吧？在人来看很难就是你要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放下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就必须要是靠着神他的这个力量。那彼得就说：“看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随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兄弟、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我们看到耶稣在呼召人跟随他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方式。他说：“你要彼得就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一切跟随你了。”耶稣呢？当然，我相信彼得说这句话，这个也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它里面呢，可能也有其他不同的动机。因为我们到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们跟随耶稣，他们还是想得到一些东西。他们至少对弥赛亚的认识有一些偏差，他们觉得跟随耶稣是可以去这个推翻罗马帝国去建立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犹太人的国。他们还是想得到一些好处的，这样说吧。那但是呢，彼得就说：“我们也是撇弃一切跟随你了。”耶稣没有否认他的这个行为，他说呢：“人为神的国撇下这一切。”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很难理解到底什么叫撇下这些东西。难道真的是字面意思上的，就是我把这些都卖了吗？我的老婆孩子也不要了吗？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处境里面，你看到耶稣对这个有钱人的官，好像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对吧？你去卖了，把这个钱卖了，把你的财物卖了，分给穷人，你来跟随我，是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对吧？这是字面意义上的。可是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在字面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妻子、房子，然后这些全部都撇弃吗？是这样吗？到底耶稣在讲什么？什么叫做跟随主？什么叫做跟随主？难道我把我这些所有的这个财产变卖了一切，我就是真的跟随主了吗？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到进入神的国，我们在这时候再从18章前面来看这现在是第4种人已经来了，4种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要变成一种底层，变成一个没有钱的人，变成一个这种寡妇，或者变成这种小孩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在这个当中，它的核心跟随主跟随耶稣的核心是什么？是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你到底就是说，你有没有以基督为神，以神为神就是说，当我们说跟随主的时候这一句话本身就已经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因为你跟随的是一位主，是一位神，他在你生命当中应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你的房子、你的妻子、你的弟兄、父母、儿女，包括你所有的这一切的主权是谁的？是属于神的，对不对？这个才是关键。就是说，你看这个有钱人的官，当耶稣说：“哎，你现在把你的钱财卖了分给我。”他有没有愿意啊？他没有愿意。他为什么不愿意？因为他认为他可以支配这些钱财，对不对？这是我的嘛，你现在让我卖了是吧？我不想卖，这是我的。而实际上他的这些钱财是谁的？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你以耶稣为主，你的这些钱财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神的，对不对？是神的，是不是？是神的嘛？所以如果这是神的，神让你卖的时候，你是不是必须要卖？你想清楚这个事情，对不对？就是因为如果你真的以神为神，以主为主，你说我是基督徒，我跟随主，我是基督的门徒。如果你真的认为主是你的主，那么你生命当中的所有的主权都应该是属于神的才对。
而当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神也许对有些人来说，神真的让他撇下这一切，字面意义上的让他卖了房子，然后卖了这些跟随主，那他就顺从。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耶稣都是说字面意义上的说让你把这些房子都卖掉。但是呢，那个核心是不变的，就是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的钱财也好，我们的什么这些妻子兄弟父母儿女，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没有掌权，我们没有任何的权柄来去分配和支配。所以这样的一个道理，就跟那个耶稣后面要讲这个管家的这个比喻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都是管家。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你自己的，你就会骄傲，你就会自以为意。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他们为什么面对耶稣的指责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放下，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是因为他们认为，你看这是我的义行，我做到了嘛，我的好行为我一天进13次11奉献怎么样，他认为这些是属于他的。包括这个有钱人的官，耶稣问他诫命是什么，他说我这些都做到了。他认为这个是他的本事，这是他的这功德，他的功劳，是吧？但是呢，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测试，让他明白说，你其实呢还没有真正的信神，你嘴上说你信神，但实际上神还不是你的神，因为你觉得那个钱财，你还是那个钱财的主人，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没有把这些奉献给神。你没有把这些交托给神，你生命的主权还不在神的手里，这才是他与这个永生错过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还是那句话，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的有多好，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这个是没有错。那关键是在于什么呢？关键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一种心智，有没有一种心态，有没有一种身份的认同，就是说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应该从神来顺服神，这样才对。我们的主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而不仅仅是说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来聚会，我做一个宗教徒。我天天读经祷告了，我来参加聚会了，不是的，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做主，这样才能表明我们是完全跟随神的人。我们对于这个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我就想提一句当我们选择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的主一定会要去除掉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阻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东西，他一定会这样做，你放心。他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他爱我们。就像这个青年财主，耶稣知道这个财主阻碍他来到神面前的那个障碍就是他的钱财，所以耶稣现在就要把它处理了，就是要把他的钱财处理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现在把你的钱都处理了，真的就处理了，你来跟随我。所以耶稣这样做是为了爱他，是为了他的生命能够得到永生，是为了他可以能够进入神的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也有这些东西那钱财只是一个方面，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是钱，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这个面子，有些人可能是这个孩子，有些人可能是房子，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因为神爱你，神爱你，神爱我，所以他不希望我们敬拜偶像，他希望我们能够完全的在神的里面得到自由不被偶像所捆绑，所以他一定会对付我们。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会不断的对付我们，让我们把这些东西撇下舍弃。而这种撇下不是说，你记住，你注意听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把它扔掉撇下，而是在主权上的这种撇下，就是说这些是不属于我的，不是我控制的，是属于神的，是神掌管的。神如果现在没有让我把钱变卖了我没有变卖，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神真的让我把这些钱变卖了，我就可以去变卖，这样才对。
因为耶稣并没有让他们所有的这个门徒都变卖一切啊，是吧？耶稣就专门针对他跟他这样说的，是不是？耶稣并没有其他人还是有财产的，对吧？包括马可是在门徒里面最有钱的，是不是？我们也之前看到这个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耶稣复活以后，他们都在马可家聚会，对吧？120个人都在他家聚会，是不是？那克西马尼园可能就是他家的后院，所以马可很有钱的。耶稣没有说马可你这么有钱，你把这个也都卖了，没有啊。所以，因为耶稣知道这些门徒跟随他的时候，他们这些已经就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已经不是他们的阻碍了，已经不是他们的拦阻了。如果耶稣让马可去做，我相信马可也能做得到。就像当年耶稣对马太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耶稣都不用说你撇下这一切，他自己就撇下一切跟随神了。因为那些东西对他来说，早就已经不是拦阻他来到神面前的障碍了。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不要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说我们跟随主就是要把我们的房子、妻子也撇下，是吧？而是你要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哪些东西我们还在做主的，我们还认为那是我的东西我的道德、我的品格我上周不是讲了吗？是不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很看重这些品格我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对吧？我是一个家庭这个条件很好的人我是一个这个言谈举止这个非常绅士的一个人。我们把很多东西这些标签呢挂在我们的身上，觉得你看我还很不错我有遵行神的律法了我还来教会聚会，我多好的一个人。而神要破碎的就是这个，他要把我们这所有的一切都破碎。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弟兄姐妹，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可是我们要牢记，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是出于爱我们的缘故，是出于爱我们的动机来破碎我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容易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跟随主我们要付上代价。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付上字面意义上的把这些东西撇下的代价，我们付上的是生命的主权交托的这个代价。而这一点其实是最难做到的，因为我们人总是想透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力量，透过我们自己的才干，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去为自己做决定。而当你愿意放下，把你的主权交托给神的时候你撇下这一切，撇下你的主权来跟随主的时候，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要求别人。但是你自己在心里面问自己这个问题：假如说有一天耶稣站在我的面前，对吧？或者是神的呼召来到，对我说：“你现在要把你房子卖了。”你能不能放得下？你能不能放得下？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个不仅是物质的原来在国内服侍，有一次我们开会，那是我这个第一次遇见一对很年轻的夫妇，他们是这个 ABC， 然后在美国哈佛毕业的，就是你知道年轻又年轻，然后这个他们的学历背景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非常好的非常好。然后我们那次开会的时候他们也是第一次过来，然后就介绍他们呢，就是说神有这个给他们呼召让他们来去服侍，他们就去哪里去服侍呢？你知道吗？他们去大凉山。在中国我之前有去过大凉山短宣过几次，我知道那个地方的环境，因为我去过那个地方就是环境是不错，都是山嘛的确环境是很好，没有雾霾，但是生活条件极其的这个贫乏。我们要上一趟山，我们都要提前在山下到那个城镇里面把几天的食物买好了上去。上去之后呢，你知道这个都是木头，都是这个还不是木，都是那种土房子也没有什么手机信号然后呢，你的生活是非常简朴，非常就在山村里面那种，你知道吧？就非常非常不方便也这个吃饭呢，就是就是那种铁锅在底下烧煤烧他们那个煤很有意思他们那个煤是不熄灭的煤，什么意思呢？就他们那个就是就像一个一个 pit 一样然后里面呢放上这些这个木炭或什么的，
然后呢他们如果吃完了不用了，就把它盖上，然后里面其实还有温度，还有火星子啊，所以呢，等到下一顿再吃的时候，再把它吹开，还有新的，所以它那个火是相当于不用每次都重新生火也挺厉害的然后呢，上卫生间的时候，你就是面对大山，因为没有卫生间，就是有个台子在那里，下面就是有猪在里面跑，你就在那，然后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你就前面看着就是雪山。对，环境是不错，但是你知道在那里，你更不用提什么教育条件了，更不要提什么交通都是那里面全部这个联络都是靠喊的，所以他们的声音非常好，一喊的整个山里面马上就把那家人就是这个就能传递这个信息就全靠喊就非常，我就觉得我去短宣过几次，我觉得哎呀，我这体验1-2次还是不错的啦。但是你让我长期在那里带着孩子在那里，真的是非常，我觉得挑战非常大。你让我放下这一切，我就是放下这种方便的生活，进入到那种，你还要学他们很多是彝族你要学这个他们的语言，非常辛苦不容易的然后呢，我们那个宣教会议的时候，这一对夫妻他们来了以后，他们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哪来神给他这样的呼召然后呢，我想如果我在想，如果是我的孩子哈佛毕业的，他们本可以在美国有好的生活，他们现在2口子呢就放下这一切，然后就说我们去大兰山宣教，而且他们是长期在那里面宣教，他不是短期的，他们是长期要住在那里，跟当地的人学习他们的语言，给他们传福音。这是要付上多大的代价，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不值得，会觉得你这么好的背景，这么好的教育条件，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把你自己放在那样的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是吧？然后天天都就是面对这些动物，面对这些山你怎么样？你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就跟随神的呼召，他们就说神呼召他们来，他们还要先学中文，因为他们中文也不大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非常受触动，因为我知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就好像你看到当年马太、彼得这些人，当神呼召他们说你来跟从我，他们就放下一切跟随他，就是这样，不计后果 ，all in。我之前就提到了，我们跟随神，你要 all in， 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摆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也会做好准备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天天祷告嘛，主用我的孩子，这些孩子就是为了你生的，求你用他们。如果有一天神给他们呼召他们也去到这些地方，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放得下因为我跟很多牧者聊，他们就说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做牧师，他们不希望他们孩子去服侍，更别提说让他们孩子去做宣教士，去到那些危险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是求神预备。因为耶稣说，你不仅要撇下你的妻子，还要撇下你的儿女，看到没有？什么意思？那个儿女他的生命也是在神的手中掌管的，不是你的。你看儿女不是属于你的，不要忘了，虽然是你生了他，但是他不是你的，那是神的。神如果用他如果愿意撇下一切跟随神，你也要放下，就是这样。我们不要阻碍如果我阻碍他说，不行，你不能去那我就变得跟这个财主是一样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去问自己，有哪些东西我们放不下的，求神不断来对付我们。第一个，我们总结，我们得救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说我要做到这些我才可以得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却可以透过我们的行为来展现出我们身上有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真的说跟随主了。你说我信主了吗？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信了。神稍微给你一点这个测试，给你一点挑战的时候，你马上就不愿意跟随主了，那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是真正得救了呢？对吧？所以我们的信心跟行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必须统一在一起的。你不能说我有信心没有行为。我们得救当然是出于神的恩典，可是当神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要付上代价。第二个，耶稣呼召我们是撇弃一切跟随他不是只撇弃一部分，是一切。而这个一切有时候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一切
就是说我真的把这些都扔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生命主权的转换。就是说我今天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都属于神的，神要怎么用就怎么用。神如果让我去死，我就去死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不是这个把我们的妻子孩子或者是我们的房屋钱财当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好像我们可以有主权来控制他们一样，不是的。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要怎么用就怎么用。神要让我们跟随他，就是 all in， 就是把所有的一切撇下，把我们生命的主权放下来跟随他。第三个，跟随主呢，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转变，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断强调这一点，不是说你要做寡妇才能得救，不是说你做税吏才能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身份的彻底转变。我原来没有跟随主的时候，我是什么身份？我就是我的主，我想怎么用我的钱就用我的钱，我想怎么安排我的工作就安排我的工作，我想怎么安排我的孩子就安排我的孩子，我就是我的主。可是现在我跟随主了，我不一样了，主怎么安排我，我就怎么顺服；主怎么安排我的孩子，我也怎么顺服；主怎么安排我的钱财，我也怎么顺服。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没有？所以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让你把这些都撇下，而是说身份的一个转变。当你这个身份转变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展现出说，我现在是神的国里面的人，因为我已经有个王嘛，对吧？我的王就是我的主，我是他的百姓，他要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是这个意思。求神帮助我们那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来测试、来测验我们是否我们的身份彻底转变了。孩子说有些没转过来，是吧？不也没关系，慢慢转神对付我们这些里面的这些偶像、这些罪放不下的东西，他是慢慢的对付了所以也不用担心，你要相信呢，神爱我们他一定会对付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